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同学聚会，前男友成了科技新贵。昔日与我不对付的校花与他携手出席，同学们捧高踩低，故意聊起1个月前的峰会。高谈论阔之时，校花话锋一转：“对不起啊，明瑶，你家都破产了。我们说这些，你应该很难过吧？”吃得正欢的我一脸茫然，我为什么要难过？我爸破产了，我妈没有啊，而且主持峰会的不就是我舅舅吗？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戴着墨镜在夏威夷享受日光浴的时候，放在旁边的手机突然抽风似的滋滋滋震动，拿起一看，才发现是好几年都没什么动静的同学群在发消息，一条接着一条，看得人眼花缭乱。恭喜敏敏获得最佳新人奖，恭喜恭喜！不愧是我们海大的校花，智慧与美貌并存。原来是白敏拿了电影节的最佳新人奖，我不感兴趣。刚准备放下手机，就看到下一句有人提到了我。说起来，当初我们院2大校花真是今非昔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啊，30年河东30年河西。要我说，明瑶长得比敏敏差远了，要不是她家里有钱会打扮，当年的校花之争怎么可能和我们大明星并列？自从我爸破产之后，这种话我听了不知道多少，主打就是一个心如止水。可他们私底下说就算了，还要我明瑶说句话啊，敏敏拿了新人奖，你作为同学都不祝福一下吗？不会还是介意当年那点事吧？要我说，人家说不定是在忙着打工还债，根本没时间看群呢。群里嘻嘻哈哈聊起了当年我家破产的事情，感叹大小姐跌落泥泞会过得有多不容易。一时猜我做服务员，一时猜我送外卖，还有人直接我说去了陪酒赚快钱，甚至有人说我白天服务员，中午送外卖，晚上陪酒。他们聊着聊着，不但艾特我，还艾特了当年得知我家破产之后，马上就跟我提了分手的张思雨。张思雨，大总裁，你和明瑶大学是情侣，应该知道明瑶的现状吧？就像我一样，估计没人想到张思雨会回，可张思雨还真的回了。这么想知道，组织一场同学聚会不就行了？元宵节，明味台，我买单。明味台，人均消费1000以上的米其林餐厅。张思雨，目前海城最炙手可热的科技新贵。一时之间，群里群魔乱舞，争抢着报名参加，投桃报李。大家也知道这场聚会的目的，纷纷拉我。白敏也出来了。明瑶，当年有些事情我们没有说清楚，给你造成了误会和伤害。我和思雨想当面和你道歉，而且大家都是同学，能帮一点是一点。你来参加聚会，我愿意捐助10万块帮你还债，希望你能来。白敏这话一出，群里安静了一阵，很快一条条消息接连蹦出来。那我出200，都是同学，我出500，我穷，只能出100，少是少点，也是心意，2块钱，不能再多了，就当还大小姐当年的奶茶钱了。一个个起哄似的将捐助金额发出来的时候，有人问了一句，那这到底算是同学聚会，还是给明瑶的募捐大会啊？没人说话，刷屏的狗头表情隐晦地揭露了答案，大概是我一直没有说话。白敏再次我，明瑶，你别介意，大家也是真的想要帮你。你家破产时被执行了上百亿资产，我们这些钱确实杯水车薪，但也是同学之间的心意，希望你不要嫌弃。我摘下墨镜，
面无表情打字。放心，我会准时参加。10几个小时的飞机，让我好好睡了一觉。梦中，我回到了大学毕业那段时间，爸爸的公司突然宣布破产，家里的保姆、园丁和司机全散了，还有法院的人来查封房子，车不能开了，家也进不去了，就连想拿些日用品出来都被一双双眼睛盯着。那时候，我把张思雨当做了唯一的温暖，狼狈地打包了一些衣服，就直奔他在校外租的房子，却没想到直接撞见了他和白敏的奸情。张思雨不但不心虚，反而皱着眉道：“谁让你进来的？没看到我给你发的分手短信吗？”白敏攀着张思雨的脖子，笑容甜腻：“有没有可能是看到了？但是无家可归，把你当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张思雨脸上是急于摆脱我的迫切和不耐。明瑶，实话说吧，我早就想和你分手了，要不是看你家有钱，你那大小姐脾气我一秒都忍不了。现在你家破产了，你最好识相点，不要对我死缠烂打，不然我也不介意动用关系，让追债的人多从你身上讨点利息。白敏那时候已经进入娱乐圈，虽然没有什么名气，但早已经不是校园里单纯的小姑娘。她咯咯笑着，毕竟同学4年。明瑶，要不我给你一条赚钱的路，保证比你摇奶茶赚钱来得快多了。大4要实习证明，我爸的公司早就在走下坡路了，但我妈和我舅舅都争着抢着要我去他们公司，我不想一碗水端不平，就随便找了个奶茶店兼职，没想到却被张思雨和白敏以为我已经走投无路到要靠在奶茶店打工还债了。我已经忘记了当时是个什么心情，只记得被舅舅派来的加长林肯接回去的时候，脑子里都是一片空白加茫然。他们都知道我爸是谁，还知道我爸的公司破产了，那怎么不打听一下我妈以及我妈背后的家族？车子开入舅舅的大庄园时，我心中只剩下庆幸，还好他俩及时露出了真面目，不然以张思雨的脸，至少还能迷惑我2个月，到时候说不定就甩不脱了。飞机落地的时候，我走的是私人飞机专属通道，结果走到一半就被人拦下了。机场的地勤一脸为难，正要说话，就被旁边的男人抢先了。这位小姐，鄙人姓张，是圆心娱乐的经纪人，手下一人是最近刚拿了最佳新人奖的白敏。是这样的，今天我们不知怎么泄露了行程，普通出口和贵宾出口都被堵了，不知道能不能借用一下您私人飞机的专属通道。我不需要说话，我的私人助理已经上前拦住他。不好意思，我们小姐不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张帆还想再商量，但我已经与他擦肩而过，还没走远，听到了他打电话低三下四的告罪声。没成，通稿出了也没办法了，只能撤掉。祖宗，人家走的是私人飞机的通道，这种人哪里是我想劝就能劝得动的啊！再走远些，我上了姗姗来迟的专属接驳车，耳根子终于清静了。元宵节一早，群里的消息就99加了，我懒得看。张思雨选的这家餐厅就在我家楼下，我掐着点下楼，刚好在门口碰到了张思雨和白敏。白敏从张思雨的奥迪8上下来，捂着嘴惊讶道：“明瑶，你要是早告诉我们，你连打车的钱都没有了，我和思雨就去接你啊！”其他听到动静出来迎接的同学们也跟着落井下石。哎呦，当年的明大小姐怎么落魄成这样了？这么冷的天也不穿件羽绒服，披个旧围巾就出来了。
有困难你早和老同学说啊。老同学们再怎么样也有些闲置的衣服借你穿啊。这围巾又旧又土，我姥姥都不用。我看了眼身上20多万一条的克什米尔羊绒披肩，这是我妈的披肩，前几天落在我家没拿走，我想着就下个楼，随意就披上了。确实不是很时尚，但也不至于太土吧。大概是我迟疑的目光，让这些老同学找到了优越感。一进包厢，这群人马上给我来了个下马威，大明星可算是到了，还有我们当年的校草。现在的科技新贵，今日不同往日了，可不能瞧不起我们这些老同学啊！来迟了，来迟了，自罚3杯。我被挤到一边，看他们嘘寒问暖，互相寒暄，十分热闹。张思雨拦在白敏面前，白敏情况特殊，不好被人拍到喝酒，这杯酒我替他喝了。他侧脸清俊，动作却豪迈，2杯酒下肚，脸色没有丝毫变化，还想要喝第3杯的时候，班长笑容满面的阻止：宇哥，你和白姐都算是主人，一人1杯就够了，再喝等会儿我们都不好意思敬酒了。其他人也纷纷表态。一片拍马屁的声音里，一道不太和谐声音响起：我记得民谣也算是迟到了吧？对呀，张总和白大明星算是主人，主人来的晚，自罚1杯就算了，民谣你一个客人来这么晚，不得自罚3杯啊？包厢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想看我怎么接这话。我踩着点来的，没迟到啊，我这酒量，别说自罚3杯，30杯都喝不倒我，但那也得看我想不想喝，而且我说的是事实。约的7点，现在也才6点59分。这些老同学显然没想到我能这么硬气，但时间是客观的，谁也没法反驳。可架不住，总有人一定要给我难堪。比如大学时期就是白敏狗腿子的张家。民谣，你怎么这么黑了？我记得你大学的时候白得发光，是没钱打水光针了吗？我就说后天的就是比不上先天的。我们敏敏从小白到大，而且红气养人，现在不只是越来越白了，还白里透红，一看就气色好。你们别说民谣了，说不定是送外卖或者搬砖晒的呢，人家多辛苦。我对着锃亮的酒柜玻璃照了照躺了一个冬天的沙滩，才好不容易成功美黑的脸，满意的笑了笑，功夫没白费。白敏优雅地坐下，刚想说话，一直在门口磨蹭的张思雨走了进来，他俯身在白敏耳边说了些什么，白敏眼睛一亮，两人又压低声音说了几句话。很快，白敏站了起来，轻笑道：不好意思各位，我和思雨刚刚得知科创联盟的李主席在隔壁，我们去打个招呼。科创联盟，刚才挖苦我的老同学们眼底异彩连连，有人直接道：张总，带我们见见世面吗？其他人也纷纷开口：是啊，你就带着我们打个招呼，我们不打扰你和李主席说话，露个脸就行了。敏敏，我听说当时峰会你也在现场，网上说李主席40了，看起来还像是20-30岁的样子，至今未婚，真的吗？白敏矜持点头，真的，而且李主席本人比网上看起来更儒雅年轻。当时我和李主席还聊了聊代言的事情。代言，李家好像覆盖的行业有些广，李主席是让你代言什么产品啊？白敏笑笑，应该是新出的手机系列吧。我喝着茶呢，忍不住咳嗽起来。新系列手机正是我团队研发的，度假也是因为研发告一段落，有了休息时间，舅舅要把代言给白敏，我怎么不知道？民谣，你咳嗽什么？
不会是嫉妒白敏能和李主席说话，能当代言人吧？对我的挖苦只有这么一句。很快，大家再次七嘴八舌恭维白敏和张思宇。我大学学的计算机，这些同学自然也是。科技联盟的主席意味着什么？在座没有一个人能坐得住。张思宇微扬着下巴，点了点头。那就一起去打个招呼。他带着20几个同学，浩浩汤汤往外走，只留下我和文艺没动。我好奇地看了眼文一，你不去？文艺推了下眼镜，淡淡道：人这么多，去了也看不见我，不如多吃2口菜。他对着桌上的菜色大快朵颐，我看他吃得开心，也跟着有了食欲。我们吃得正欢的时候，刚才离开的一群人又陆陆续续回来了，他们兴奋地聊着天。李主席果然平易近人，竟然还和我们也打了招呼，还不是看在敏姐张总的面子上。和李主席吃饭好像是凡创的总裁，听说他打算投资国内的公司，今天吃饭就是聊这件事。要这样说的话，还有比我们张总更合适的吗？这些老同学七嘴八舌怕马屁的时候，也没有忘了我。明瑶，你刚才怎么不和我们一起去啊？对呀，我记得你家之前就是搞软件的，说不定你小时候还见过李主席呢。哪壶不开提哪壶，明瑶家里都破产了，你说这个不是让他伤心吗？似有若无的视线落在我身上时，我正和螃蟹较劲。白敏提高音量：对不起啊，明瑶，你家都破产了，我们说这些，你应该很难过吧？我咔嚓一下掰开蟹腿，诚实道：不难过。我爸倒是挺难过的，他和我妈结婚之前也算是个富3代，但是和我姥姥姥爷家比起来，又不是一个级别了。为了证明自己不差，他对那家公司比对我还上心，称得上呕心沥血，也确实乘着政策的东风赚了笔大的。只可惜后来错估了市场，结果就是公司倒了，我妈也和他离婚了。现在他还时不时发几条小作文来忏悔小时候对我的疏忽以及对我妈的冷淡。为了要钱，叮，下一秒手机屏幕亮了起来，一条短信弹出来：瑶瑶，明天能给爸爸转200吗？爸爸有急事。坐在我旁边的老同学，也是大学时期的班委，先我一步看到了短信内容。他用难以置信的口气大声嚷嚷着：明瑶，你家已经穷到这个地步了吗？200块你爸都要问你要。这话一出，所有人都看了过来，尤其是张思宇和白敏。白敏，什么200块啊？班委一把将手机拿起递到白敏手上，看，明瑶他爸连200块都要问他要。白敏看完就递给了张思宇，张思宇看完又被旁边的同学拿走。每个人都把这条短信欣赏了一遍，传到文艺手上的时候，他才直接给了我。我手上有油，没有接手机，示意他放在旁边就行。白敏压下眼底的幸灾乐祸，不是说了要给明瑶捐钱，大家都拿出来吧，要不明瑶你拿个2维码，不用有负担，都是大家的一点心意，我才不捐呢。他家有钱的时候也没看见分给我1分钱，凭什么要我捐钱啊？是啊，要我说，有些人就有为富不仁，亏心事做多了，老天爷就把他的钱收回去了。不说别的，就说明瑶当时明知张总和你是一对，还要插足，就知道他是什么人了。还有大3的时候，他还扇了你1巴掌的事，你忘了？也就是你心地善良，还给他搞募捐，要不这样，他乖乖让你扇回来，我们就捐钱给他，扇回来就够了。利息呢？要我说他跪下磕头，拜个晚年，
就当给他压岁钱了。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白敏开始做好人。好了，都别说了，那都是多久之前的事情了。而且明瑶那时候家境好，任性一些也正常，我都忘了。其他同学都说她太善良，教她应该有点锋芒，不然人善被人欺。张思雨也淡淡开口：明瑶，当年是你不对，你在这里给白敏道个歉，事情就算过去了。我道歉。张思雨眼底划过一丝不耐，让你道歉是给你台阶下。明瑶，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大小姐了，进入社会也该知道点人情世故，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看向白敏，我当时为什么打你一巴掌，你应该很清楚吧？白敏一脸委屈，怪我当时和思雨多说了几句话。我笑了，眼底冷意难收。既然白敏不要脸，那我也就不必给她留脸面了。我们那届土木系有个跳楼的学妹，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白敏倏地看向我，张思雨闲适的表情也瞬间沉了下来。我用毛巾擦干净手。那个学妹也姓白，和白敏这种后来的改了继父姓的白可不一样。人家一出生就姓白，只是没有个好爹，又让继母带了恶毒的继姐回家，逼得他从实验大楼楼顶一跃而下。毛巾扔在桌上，包厢落针可闻。我冷冷看着白敏道：那一巴掌是因为我当时没找到证据，只能用这种方式给邻居家的小妹妹报个仇。可是白敏，这么多年了，你怎么知道我依旧没有证据呢？白敏倏地站起。明瑶，我都已经不计较你打我的事情了，你却还要对我造谣，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告你诽谤？我又看向张思雨，白莹的死，你也有份。张思雨额角青筋跳动，语气沉冷。我看明瑶应该是家里出事，人疯了。诸位，今天这顿饭就吃到这里，我带他离开。他摁了一下手机，之前送他来的司机和白敏的保镖推门而入。明小姐有些喝醉了，带她走。2个保镖过来，想要将我架起。文怡立即阻拦。张思雨，你想要做什么？张思雨冷冷看着文一，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文一张开双臂挡在我面前，你这是犯法，你们难道要眼睁睁看着吗？其他同学面面相觑，有人低下头，有人扭开脑袋，甚至还有人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笑容。文艺难以置信，明瑶上学的时候经常请我们吃饭喝奶茶，学校组织活动他还自愿垫了10万块，你们都忘了？班委撇嘴，这算什么？那点钱对他来说9牛1毛。张思雨直接下令动手，保镖一把将文艺扯开，冲上来钳制住我的双臂。就在他们把我往外拖的时候，包厢门被人推开，李主席出现在门口，面上带着儒雅笑意。这么热闹，目光扫过被保镖钳制住的我时，笑意消失，语气冷了下来。小张，你这是做什么？包厢里一时间兵荒马乱。张思雨一边打招呼，一边示意保镖放开我，还不忘用警告威胁的眼神示意我不要乱说话。哈哈哈，李主席是这样的，这是我大学的一个同学，之前他家出了点事需要钱，我们老同学聚会就想帮帮他，他要面子，怎么都不肯收钱，我就叫了司机过来，想带着钱送他回去，这不推推搡搡被您撞见了。李主席目光扫过其他人，是这样吗？同学纷纷附和。白敏笑靥如花地转移话题，李主席，我记得您之前说过，您外甥女也是大计算机系毕业的，不知道是哪一届。过段时间有个计算机系的校友会，
不知道有没有荣幸能邀请他参加。李主席没有回答白敏，而是看向我：你来说，刚才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吗？所有人的目光逼视过来，尤其是白敏，眼底怨毒，语气却假惺惺的温柔。明瑶，你看你都不说话，搞得李主席都误会我们了。我冷笑一声，他们说的当然不是真的。张思雨语气微变，明瑶，别开玩笑了，要是李主席当真了怎么办？其他同学也担心给李主席留下不好的印象，纷纷给我泼脏水。明瑶，不就是你家破产，我们都没帮你吗？但那时候我们都是穷学生啊，你何必记恨这么久？是啊，张总今天不是特意组织了同学来给你捐款，你就算是在要面子，也不能忘恩负义吧？当时你抢敏敏男朋友这件事，敏敏都不计较了，你还要揪着这件事不放多久？他们七嘴八舌的泼脏水，企图让李主席看清我道德败坏的本质。李主席的脸色果然也随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变得越来越难看。张思雨叹息着开口，虽然都是 A 大的毕业生，但是有句话说得对，学历和人品不能挂钩。我们也没想到明瑶是这样的人，抱歉污了您的耳朵了。李主席冷冷道，学历和人品确实不能挂钩。就在这些同学们松了口气，张思雨和白敏还想再套下近乎的时候，李主席打断了他们即将说出口的话。我记住各位对我外甥女的评价了，她人品不堪，我作为舅舅没有教导好她，回去之后我会好好管教的。说完，他直接看向我，还傻站在那里做什么？我在各色精彩纷呈的表情变化里走到李主席身边，挽着他的手臂。舅舅。李主席对我这些老同学略一颔首，转身就要带着我离开。等等，白敏自诩甜美的嗓音都破了音，面上满是难以置信。李主席，您说的外甥女就是明瑶？这怎么可能？李主席语气冰冷，不是明瑶，难道是你？白敏身子一软，倒在凳子上。张思雨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很快化为破釜沉舟的野心。李主席，瑶，其实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为了维护你，我担心这些同学为难你。我打断他，张思雨，你当我傻吗？你说什么就是什么。瑶，我是真的没想到，你没想到我爸破产了，结果我还有个更有钱的舅舅，是吧？张思雨还不死心，都是误会。当年我一直想要去找你，是白敏拉着我不让我去。她说你早就知道自己家要破产了，找上我就是为了提前找个潜力股，想要卖了我帮你家还债。我当时年轻，听了她的话，我都气笑了。张思雨，你多大脸啊？你不会以为我当时和你在一起是真的喜欢你吧？不过就是看你长得有几分姿色罢了，本来过几个月都会腻的，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张思雨脸色瞬间难看至极，她从小到大都是校草，以优异成绩考上顶尖大学，毕业就拿到投资创业，30岁不到就是青年代表，当然有自己的骄傲，被我当着这么多人还有舅舅的面侮辱物化，他就算想到了得罪我的下场，也放不下自尊心继续求和了。不料白敏却没有一点心理障碍，她直接跪在地上，拉着我的手就要往脸上抽。明瑶，我错了，我不该这么说你，不该为了讨好张思雨阴阳怪气你。你想要打我骂我都可以，你现在就打我吧，只要你能出气，你别生我气好不好？我抽回自己的手，生怕被他碰瓷。白敏说哭就哭，
明瑶，之前我虽然看你不顺眼，但从来没对你做过什么。在群里说那些，也是以为你过得很惨，就想着在你身上想出气，但我没有其他坏心思。真的，我当了明星要爱惜羽毛，我不敢的，你放过我吧。我根本就没说要对他怎么样，他却已经脑补的我好像要把他打进18层地狱了。仅仅因为他们发现李主席是我舅舅，我丝毫不被他的卖惨所动摇。你确实没有来得及对我做什么，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还没倒台，你不敢。刚才你的保镖可是要直接把我拖出去了，只是我舅舅来的没来得及而已。我的目光扫过那群噤若寒蝉的老同学，诸位都是暴力和违法的纵容者、默许者。今天的事迹，我会让诸位的公司都知道的。那些以为不作声低着头就能将这件事混过去的老同学，顿时都慌了。班委开始卖惨：明瑶，你是大小姐，家里有钱；张总和白姐也是大总裁、大明星，我们谁也不敢得罪，才不敢作声的。实在是家有老有小，怕是啊。其他同学跟着开口求饶：是啊，张思雨混得这么好，得罪了他，我们丢了工作怎么办？明瑶，你大人有大量，别把这件事告诉我公司，求你了，我家里还有孩子要养呢，还有房贷车贷，要是我没了工作，一家子都要断了活路。明瑶，我好不容易才升职，我错了，你别让这件事传出去好不好？我求你了。这些同学张口卖惨，闭嘴道德绑架，还有人悄悄打开手机录像，显然想将我为富不仁的丑恶嘴脸曝光在网上，以此拿捏，顺便报复我。可是张思雨一个小公司老板都带了司机，白敏一个刚拿了新人奖的小明星都带了保镖，我舅舅身边难道没有吗？他不但有司机保镖，还有助理呢。在助理和保镖的收缴下，所有手机都被查了一遍，删除了所有的录像之后，才还给他们。张家怒视我：明瑶，你不就是仗着投了个好胎，才在这里耀武扬威吗？要是你没有好爹好妈好舅舅，我看你能怎么样？说实话，我并不知道张家为什么这么仇视我。当时白敏被他撺掇来找我麻烦，我一眼看穿他俩的本质，就没有找白敏麻烦。还是后来知道白莹的事情，才第一次对白敏动手。但我也不在意他对我的仇视，不遭人妒是庸才。我这投胎水平，被人羡慕嫉妒是正常，被人恨也不稀奇。而且我笑着对张家道：我要是没有个好爹好妈好舅舅，确实不能这么耀武扬威，但是怎么办？我就是有啊。在张家气急败坏的表情里，我拉上还在吃的文一走了。文一心心念念着他还没吃完的膏蟹，还有一个。我翻了个白眼，找服务员要了个盒子打包，都装上了，少不了一个。文一这才满意。其实那黄鱼年糕也好吃，那个再次加热就不好吃了。哇，你还懂这个？哪个留学生不要自己做点饭？我俩说话的声音渐行渐远，最后被包厢门阻隔。包厢里的老同学一个比一个面如死灰，他们知道他们完了。事实上他们也没想错，我既然积了8辈子德，投了这个好胎，当然要学会正确的使用附加福利。不过我没用我舅舅的名义，而是用民科新研发主管的名义，将当初包厢的监控发给了我所有老同学的顶头上司。幸好大家都在一个学校毕业，分布的公司并不广，基本都在大厂和大企业里，不然要找到那些小作坊的老板，还真要为难我了。与此同时，白敏霸凌继妹白莹，言语刺激她跳楼的消息也上了热搜。
白敏的心路彻底断了。听说每天都会堵在张思雨的公司门口，闹着让他负责。张思雨却比他还焦头烂额，他没有顶头上司，自己就是公司老板，他做过的那些恶事也都是通过别人的手，并没有留下把柄。再加上他本身也有点真本事，一时半会还真的很难搞倒。但是谁让我不值有个科技联盟主席的舅舅，还有一个商会主席的妈。张思雨得罪了科技联盟主席以及北方商会主席的消息传开，他公司刚推出的新产品根本无人问津，几千万的研究经费打了水漂，自己更是背上了巨额负债。我转给我爸200万，得到他毫无价值的比心表情包的时候， UC 正好跳出一条新闻，昔日科技新兴资金链断裂，不惜自杀，竟是因为他。新闻还贴心地附上了照片，歇斯底里的白敏抱着用力踹他的张思雨，两人在河边打成一团，双双落水，又双双被好心人救了上来，狼狈的让全国人民都看了笑话。我有些烦恼的叹了口气，这个月零花钱又少了200万，剩下的1800万怎么花啊？文一对我翻白眼，不会花就给我花。我认真思索一番，也行，500万到账。文一手都在抖，我只听说穷疯了，你有钱疯了？我一本正经点点头。我的团队还缺个核心算法工程师，这点钱挖你小意思啦，而且你值得。文一沉默了好久，就在我怀疑他是不是以为我在用钱侮辱他，想向他解释的时候，他突然嘿嘿嘿傻笑出声。以前看网上的段子，说自己不想努力了，让闺蜜包养自己，我还觉得好假，现在轮到我了，竟然是真的，嘿嘿嘿！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